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黑与白对比中的经典，艾芙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菱格包包，采用了撞色的钩织，相互对比却又和谐统一。针法是长针加针与并针交错，形成经典的菱格纹，让包包更具质感与层次感。让我们一起来钩织它吧。我所使用的线材是五谷牛奶棉，在颜色的选择上，可以选择撞色或者是冷暖色系的搭配，使得成品的菱格线条更为明显。其他的配件准备了木质纽扣以及塑料片，可以依照喜好而准备。工具上使用了 3.0 的钩针、缝针、记号扣以及剪刀。而成品的完成尺寸，宽大概有27公分，高大概20公分，提手的高度大概有13公分。我们从包底开始，在准备的颜色中可以使用深的那个颜色，包底比较不容易脏。基础行锁边起针，起50个锁针。50个锁针之后，这个锁针链的长度大概会到达20公分。锁针链的长度决定包包的宽度，如果你想改变包包的宽度，起针数可以是2的倍数，再加6到7公分会是包包最后的宽度。接着第一圈，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1针不算针数，我们跳过它，从基础行的倒数第一个锁针开始，第一个针目里钩织3个短针。我在第一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一针。接着同一个针目里的剩下2个短针，之后在连续的48个针目里各钩1个短针，这样完成一次中括号的内容。而锁针链的最后一个针目又重复钩织一次中括号的内容，先在同一个针目里钩织3个短针，绕到锁针链的另一边，从下一个针目开始又连续48个短针。钩织的时候可以将这个线头一并包着钩织，最后再修剪。第一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我们可以将这个引拔针拉紧一点，以避免它跟其他的针目混淆。我们在锁针链头尾的针目各有3个短针。接着第二圈，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。接着在前3个针目，每个针目加1针，也就是同一个针目里钩织2个短针。我在第一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，这里是我圈钩结束时要引拔的地方。接着第一个针目里的第2针短针，接着第2个与第3个针目也各加1针。这样织物的这一端就增加了3针，接着又连续48个针目，各钩1个短针。48个短针结束，在织片的另一端，这3个针目里也是各加1针。之后我们按文字解钩织，在每一圈织物的两端都会做加针，每一圈的一开始都是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，而结尾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，一直钩织到第6圈，让这个织片慢慢拓展成椭圆形作为包底。第6圈结束，先不用断线。
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包包在使用时底部可以平坦，那么我们可以使用塑料片为它做加固。我利用不要的资料夹，废物利用，你也可以使用网格片，按包底的形状剪下，并且用一块布包覆它。在包包完成时，将它放在包底。你也可以选择是否为它增加这个塑料片。接着往上钩织包身，包身的第一圈钩织一个3长针的并针。我将钩针直接穿进第一个针目，带出线来钩织一个短针，再加一个锁针作为一个未完成的长针。接着钩针绕线，在第2个以及第3个针目各钩一个未完成的长针。接着引拔所有线圈，完成第一个3长针并针。我在第一个并针上放上记号扣，接着3个锁针，跳过一个针目，又从下一个针目开始。我们就这样以4个针目为一组，钩织中画好的内容，一个3长针的并针，再加3个锁针，又跳过一针，直到结束。每个中括号的内容会形成一个花样，因为我包底最后的针目有132个，所以这一圈会完成33个花样。花样段第一圈结束，引拔在做记号扣的地方，也就是第一个并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接着我们要换线，我们将钩针穿进下一个锁针里，穿的时候要挑起锁针的2条线。我们用另一个颜色的线引出这个针目，完成换线。引线之后钩织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同一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。钩织短针的时候可以一并将这些线头包着钩织。我在第一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，上一个颜色的线先不断线。接着我们在前一圈所跳过的那一个针目里钩织3个长针，这3个长针要钩在上一圈锁针链的前方。这样就完成一次中括号的内容。每一次钩短针时都钩在并针左方的锁针，挑起这个锁针的2条线，钩织一个短针。这一圈也是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。第2圈完成了菱格的下半部。第2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我们可以将这个引拔针收紧，以避免它跟短针针目混淆。第3圈，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我们跳过这个短针，直接从长针针目开始钩织中括号的内容。第一个未完成长针仍然是由一个短针加一个锁针所构成。在上一圈的3长针上钩织一个3长针的并针。我一样在这个并针上放上记号扣，它是我在计数圈结束时要引拔的地方。第3圈针目的安排跟第1圈是一样的，
跳过的那一针是上一圈的短针，之后的3长针并针都钩织在3长针上。第2圈与第3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菱格。第3圈结束，引拔在第1个并针上将头尾相连。接着也是如同第1圈结束时的换线方式，钩针插进并针左方的锁针里，将线换回上一个颜色。第4圈的钩法也是跟第2圈一样，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不算针数，接着直接从引拔换线的这一个锁针开始钩织短针，而在上一圈跳过的针目上钩3长针。而在第4圈最后一次钩织3长针时，要入针的这个短针上方有一个锁针，入针时要看清楚，要穿进短针针目里。之后我们就重复第3圈与第4圈的钩织，直到包包到你想要的高度。建议花样段的结束是落在偶数圈，而你会发现每一圈结束引拔的位置会越来越向左偏。我一直钩织到包包的高度到达19公分，之后我要为这个包包收边，我继续用深色的线，一个短针作为起立针之后，在每个针目上钩织一个短针，钩织3圈短针为它收边。我用颜色 A 钩织了2圈短针之后，第3圈短针换成 B 色来钩织，让这个包包的边有一点不同的变化，而你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换色。第3圈最后，我又换回颜色 A 来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最后一圈为它钩织1圈逆短针，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。接着我们向右方的针目钩织，将钩针穿进右方的针目，再带出线来钩织一个逆短针。上一个颜色的线头向右包着钩织几针之后再做修剪，也是在每个针目上钩织一个逆短针，直到结束。沿边钩织逆短针结束，接着断线，利用缝针处理线头。我们可以将这个线头穿到包包的内侧，并且在内侧打个结，藏好线头。这样包包的主体就完成啦。你可以为它加上你喜欢的提手。
我使用跟钩包底一样的方式，只是起针数改成90个锁针，第一圈跟第二圈钩短针，而第3圈钩织逆短针，为它钩织2条提手。起始与结尾的线头记得要留30公分，以方便将提手缝合在包包上。你也可以依照喜好准备其他材质的提手，最后再将它缝合到对称的位置上，将它缝合在包包的外侧，也为它加上木质纽扣做装饰。而之前我剪的塑料片，用喜欢的布料将它包覆之后，再放到包包的底部，以加强包底的硬挺度。这样这个菱格纹包包就完成啦，适合搭配各种衣着，让你的穿搭更加出色。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喜欢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，也欢迎您的留言。我们下一期见喽，拜拜。